看没啊？我的新方案拿出来之后，大家对我的态度明显改善了。哎呀，哦，不是什么意思，您应该为我这个天才的想法欢呼雀跃。我觉得包小涵可能会有点生气了，你不应该跟他解释解释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刚才提建议很不客气啊。开会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那用他的方案我也没生气啊，他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这个人心事比较重，而且初来乍到，还没有完全融入到这个团队里。哎呀，这跟时间长短没关系，对吧？男人你输了就得认。再说我刚来也没多长时间呢，我都能适应，他一个前辈有什么不能适应的？好吧，我只是建议而已。不是下午2点吗？改上午8点了呀，昨天晚上就通知了呀。啊，你该不会睡过了吧？其实我也是调了3个闹钟才起床的。不是，没人告诉我啊。怎么会？导演说这次培训特别重要，还请了模特教练来给咱们上课呢，还分组了呢。要不，你去问问豆豆怎么回事吧？昨天就是他通知大伙的呀。对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。明天下午2点的培训改到上午8点，地点不变，特此通告，不要迟到啊！什么呢？哎，马总。哎，我说你呀也太拼了啊！一个有价值的意见就1箱红酒，你让人设计师没活路了。我不喝了。汤是我那么老爸，我要不努力，我就没活路了。多少人羡慕你有那么个金主爸爸呀！马总，你要羡慕我，你就跟他叫爸去。我是没那个命。哎呀，你爸那是真爱你，他为你花钱从来都不含糊。他要是觉得哪个女孩配不上你了，宁可花钱让她走人。不至于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没什么呀。我是胡说的，跟黄月。哎呀，怎么公司这个进的茶那么苦啊？我得跟……哎，你回来，马总。黄月跟我分手，是收了我爸钱了是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那回事。你就说一半，你告诉我呗。上回走廊里，我这不吓你一跳。吃中饭呢？爸，你钱花不完是吧？怎么了？你要是花不完啊，咱们做慈善啊，帮助贫困灾区的儿童，
给人进学校，对吧？实在不行给我换车呀。你拿100万去给我前女友，让她跟我分手，啊？这事你既然知道了，我还说什么呀？爸，我真感谢你。感谢我什么呀？我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一个人，我感谢你让我知道，真的有人会拿感情和钱去换算，啊！也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了，这个人会因为100万就不顾我3年的感情，卑鄙啊！这事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不靠谱，对不对？你听吗？你不听啊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，所以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招。哎呀，我这3年的感情100万就给我打发了，成，谢谢你啊，爸。你现在明白还不晚呀。啊，你说这一个女朋友100万，我这1年到头的，我怕你破产。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拜拜。你臭小子！你到底要去哪儿？小峰学校。你到底要去哪儿干什么？必须告诉我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我告诉你了，我去找朋友叙叙旧，听不懂啊？干嘛呀？我去找我前女友，我问一问怎么回事，跟我处了好几年，拿了我爸100万就跟我分手了，什么情况这是？人家都结婚了，你问这个有必要吗？结婚怎么了啊？我还傻呵呵的跑去找他，人家直接一张请柬甩给我，我一看新郎不是我的名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都翻篇了，好吗？就是你砸我车那天，祸不单行。我怎么看你那天也气儿不顺呢？我气儿怎么顺？我凭什么气儿要顺？啊，你交男朋友没问题，你跟我分手没问题，你拿钱没关系，这都无所谓。你是不是得告诉我呀？你得跟我说清楚吧。你不能什么也不说，直接把事情都做完之后，回头直接把我踹掉，没这道理吧？钥匙给我。干什么？我开车。任海象，你把你上次查的那个叫白泉的牙科诊所地址发给我。喂，我这边好了，我现在就出发，现在过来。嗯，好的，一会儿见。黄月啊，怎么又来了？钱都花完了吧？你都知道了，没见过100万，觉得还挺多的，花了才知道，还真是不经花。说的就是当时也不多要点儿，要个1000万，要个5000万，对吧？还能多买点东西。要个100万，什么也干不了，还把咱们3年感情就这么卖了。你搞清楚好不好？不是我出卖了我们的感情，是我放了你一条生路。你的婚姻就是家族事业的一部分，你应该找一个门户相当的女孩结婚，通过婚姻让你的家族事业更上一个台阶，也让你的人生更上一个台阶。这些我永远都做不到。你被我爸洗脑了吧？因为他说的对啊，我不可能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家族大业，我担不起，我害怕。你害怕你跟我说呀？你问问我的意见，对吧？你不能直接找个老公结婚了呀？这跟他也没有关系，我也不会用他的钱，我只是用这笔钱还了我父母为了供我去美国读书借的钱，然后买了这辆车，租了一个门店，想要开一个面包店。我从美国回来这半年一直没有工作，我一直想要开一个面包店，不是1天2天了。
我跟你说过，可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一样。现在女孩今天要开一美容店，明天要环游世界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你要真想要，你认真点跟我说，我能不给你开吗？我很认真的说过，可是你不是说吗？金钱会玷污纯洁的爱情，不是吗？对。但是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生下来就衣食无忧，花钱如流水，你对钱没有概念，但是我有。谢谢你不嫌弃我。在美国这3年，带我吃好的喝好的，还带我到处去玩。但是，我更希望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里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等一等，等我继承了家族企业，你拿的不是100万，不是一台车，也不是一个面包房，跟不可预知的将来比，我更愿意抓住现在能抓住的。按现在的发展，面包房还有3个月就回本，然后就会赚钱，很快我就能往家里寄钱了。这让我感觉到特别安全。我们在一起这3年，你从来不知道我想什么，想要什么。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踏实的生活，我想结婚，我想过小日子。可是你永远都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从来没有给过我安全感，让我一点都不踏实。但是白泉让我感觉到了。哎，老婆，怎么还没走？老公，又是你！我警告你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为难我老婆。那个，黄月，你刚才说的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兄弟，之前闹你婚礼是我不对，是我混蛋，啊，我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但是我特别希望你们能过得幸福，我衷心祝福你们能好好过日子，祝你们幸福。对不起啊。老公，咱们走吧。你说的这个方路，还要用这招吗？这招恐怕不好使。本来不想让他知道，谁知道请走一位，来了一位更次的。这也是难免的。他的条件啊，太好了，人从国外回来，又单纯，关键他不懂拒绝，所以呢，就难免会给那些动机不良的女孩利用上。这是让我最糟心的。想要继承家业，必须头脑清醒，拎得清。像他这种做烂好人的，难成大器。所以你把黄月的事告诉他，那是做对了呀。他聪明得很，虽然嘴上硬，那是跟你要面子，但他心里啊，一定会记住那次教训。其实他说的也没错，没有谁对谁错，是你们价值观不一样。你跟你之前那个价值观也不一样，你说你们也不分对错吗？当然我不该这么比啊。没事儿，知道你心情不好。其实黄月没错，我也没错，
要说错那是我爸，有他在，我永远别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。侯爵哥哥，你好久都没来看我了，你不理我了吗？哎，咱们找个商场买点东西。好。这哪个好看？帮我选一选。都挺好看的。就给我这个吧。先生，你很有眼光，这款非常适合这位小姐的气质。别，不适合我，这项链听着都会被气死的。适合吗？你戴让我看看。我不戴。你戴给我看看。我不戴。我试试。不适合我。看。确实不适合你。就它吧。好的。你说前2天那个方路啊，咱俩去帮忙，什么也没帮上，搞到最后他还挺尴尬、挺丢人的。是买个礼物送给他，安慰他，让他心里好受一点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这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。我跟你解释，我跟你聊聊天儿，也没人跟我聊天，天天就你跟着我。你帮我拿着，我去那边看看去。蓝总早。早。这个医院跟酒店风格不符，换掉。好的。花太俗了，换成兰花。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联系过了。人家说呢，武天一几年前就已经辞职了，只留下这一个联系方式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。给我。15分钟以后，各部门经理到我办公室开会。好的。催，就知道催，还不到还钱的日子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催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请问是武天一先生的电话吗？不是。你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武天意的电话。喂，叔叔啊，是我呀，蓝旗呀。谁？蓝旗？对呀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哦，是你呀！哎呀，我以为是骚扰电话呢。现在这个骗子太猖獗了，你看，差一点就凑过去了。哎，是啊是。本来呢，我是想上家拜访你的，但是去了之后那住家换了，您这号码还是您单位的人给我的呢。啊，那个老住一个地方也烦。哎，您没什么事儿吧？一切都好吧？我挺好，挺好的。
难道你惦记我？那您明天有时间吗？咱们明天见个面。当然要见了，必须见呀。那个啊，这样吧，我平时也忙，也总不在家。兰姐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见一见。那要不然这样，明天晚上7点钟，咱们在民乐会，我请您吃饭，好不好？啊不，我请你，我请你。哎，别客气了，您是长辈，这都是应该的。那好吧，那晚上见。好嘞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集合！还聊呢？集合！今天下午我们要在海边拍摄，按之前的分组站好。各组人都到齐了没有？我们组到齐了，我们也齐了。那怎么还有一个？快点！来了。这么多人等你一个。哦。你到底哪个组的？我没有组。没有组，那可不行，我给你安排一下啊。我们满了，教练，不需要。教练，我们组也满了，上午不都是安排好的吗？那这么着吧，你先站边上，一个人一组。在接下来的环节里，我们将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瞅瞅人这花团锦簇、莺莺燕燕的，大家可以我说你怎么那么急着跑过来呢？给我急坏了！你看看人家，自己摆造型，然后我们摄影师会抓拍。第2个环节是野外环节，每天板个在野外环节脸，中，这是我的工作哦啊！尽情的组队，啊，哦，展示出自己的风格。阿路啊，第3个环节呢？哎，豪杰哥哥！哎，哎呦，你这，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激动干嘛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你啊！真的吗？啊，你快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这是我们教练啊，你好，这个是我的侯爵哥哥。哇，好 man 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你们这环境不错啊。嗯。哎，各位美女，各位帅哥啊，我这小妹妹啊，也是刚出社会啊，也比较单纯。然后呢，平时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大家多担待。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其实就是锻炼锻炼，交点朋友。是谁啊？我也不认识。意见有什么事啊，就来找我，跟我说啊。好贴心。好吧。导演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给你的。跟我的？啊。这是什么呀？哇！侯爵哥哥，你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？你不过生日吗？生日礼物。我生日还有很久才到呢。哎呀，你高兴，天天都是生日啊！生日快乐啊！怎么样，喜欢吧？太喜欢了，谢谢你。哎，方璐，你先在这忙啊，有决完任务我得去一趟。那个你先排练啊，我这有任务，先出任务啊。走了。啊，帮我照顾他啊，谢谢啊，拜拜，美女们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看，哎，方浩，来，导演，你男朋友能走啊？他是救援队的，现在要去救人，等他救完人，还会再来看我的。哦，你男朋友太帅了吧？
露露，你真幸运，你真太幸福了。不就送一项链吗？又不是订婚戒指，这以后啊还不一定怎么着呢。就是。他早就向我求过婚了，订婚戒指，我怕录节目弄丢了，所以才没有带的。等录完节目，我们就去拍婚纱照了。哟，太棒了啊！行，露露，下次你站 C 位啊。真的吗？哎，一定一定的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去吃婚纱拍婚纱照啊？白建国。对呀。到时候这个去跟拍啊。好的。我们坐番外啊。好，去站好 C 位啊。谢谢导演。要注意情绪啊。好，来，你俩没听见导演说啊？他现在是 C 位。快点。好了。来，叔叔走一个，来干一个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11现在在做保镖啊。哦，那真的是很帅啊。要不说咱爷俩有缘呢，咱们都是喜欢有本事的女孩。我是一直觉得叔叔这一个人呐，他做的职业，这个气势啊，就会反映到他自己身上去。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在做一件特别帅的工作的时候，她的魅力是自己就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。蓝旗，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。这是11的电话号码，他的事儿，你直接问他啊。我不干预，我不干预。哎呀，这事儿这么多年了，始终没逃过你的眼睛啊。老板。哎，你好，先生买花吗？啊，对，但是花太多了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挑。那你是送谁呢？干什么用啊？一个老朋友，女孩，单身，很漂亮。哎呀，那别犹豫了，肯定是送玫瑰嘛。那应该送几朵呢？你参照一下那个。那就51朵吧，它正好叫51。哎，好的，那您稍等一下哈。麻烦你。我心中只有你。包小涵，附件里是我大学同学发来的内部资料。资料表明，这哥们儿啊，他在美国做了很多高级酒店的装修装潢，所以内容非常有价值，请小涵过目。在会上是我的态度不好，我的问题，请小涵海涵落款，侯爵敬上。看看可以吗？行。小何总过滤了，您在会上的一些话如醍醐灌顶，使我茅塞顿开，应该我感谢您才对。回复。没想到包小涵同学
也是一个会开玩笑的人。我十分的欣慰。如跟我再有分歧，请包小涵更直接一点。你跟包小涵就不是公平竞争啊！你就仗着你爸侯志荣在公司里胡作非为，那叫什么狐假虎威，对，不像样子。你现在自己悟出来不是挺好吗？悟出来是好的，悟不出来不就不好了吗？喂，蓝旗？哦，好，我马上出来。哦，我有个朋友过来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吧。蓝旗，这是你朋友啊？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有点意外。哦，对了，来送给你的。谢谢啊，这也太不好意思了。嗨，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别站着，坐那儿吧。真好帅，是男朋友吧？我觉得像是。十一姐，十一姐，你们坐。坐。10年了啊，你倒是一点没变呢。怎么可能？你倒是没这么变。哎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还能怎么找着的呀？找你爸呗。和他见了个面，吃了个饭，聊得不错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一般吧，就像普通人那样，出国了，上学毕业，然后该工作了，就觉得应该回国。以后我就待国内不出去了。也挺好，国内现在机会多，你又有能力，肯定没问题。你呢？我走好吗？挺好的。真的。但是叔叔都告诉我了，你呀，在我面前还有什么好逞强的呢？我回来的不算晚吧？哎，你晚饭什么安排？要不然一起吃个饭？不行，我工作是24小时，不能连一点休息的自由时间都没有吧？合同期内还真没有。行，我也是猜到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才来这儿堵你的。那个，这合同还剩多久啊？应该还有2个月吧。2个月到期了，要不然你过来保护我？开玩笑了。干嘛呢？11，我出去一下。哎呦，你要去哪儿？这来朋友了。我老朋友蓝旗，这是我客户侯爵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侯总你好。真是不好意思打断你们聊天啊。要不你们先聊着，我等会儿走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已经聊完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。是吗？那真是，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好，我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好，注意身体。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回办公室。哇，11姐这么大一束花，11姐这么大
属谁送的？哦，干不干活了？谁送的？喂，老乡好啊！这么明显啊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他就算不送花，看你俩那劲儿，也看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人还行，比上次裸奔那个强多了。就看一眼你就看出来了？这一眼，不是一般的一眼。这一眼，我看穿了他的内心。他根本不敢直视我的双眼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此人心里有鬼，非奸即盗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远离这种人。这种人太危险了。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误会啊。你跟这种人相处久了之后，你身上就会有这种气息，这种气息会影响你的人生，对你人生造成伤害啊，孩子。他不是回来跟你求复合的吧？托你的福，人家还没来得及呢，你就出现了。哎呀，不客气啊。我谢你了吗？你就不客气？你倒真不客气。那他要是真求了，你答应不答应啊？你不会我还没结婚你就先结婚了吧？你得24小时跟着我呀。那你这要是结婚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能给你这个时间，你24小时不可以离开我的视线。那个，没什么事，我先挂了啊。太操心了这一天，太让我操心了。爸，你跟蓝琪都说了什么？一切。哎，看我给他放点盐。放盐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别让昨天在你伤口。给我闭嘴！讨厌，真是。这搁点盐呢，这花它就活得久，知道吧？好养。哎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来，我教你，是这样的。来，你看啊，这花啊，你得这么，你看斜着剪，哎，这样进去呀，你看，它就容易吸水，而且花就活得久，多好，是吧？这样对不对？对，斜着，对，是的。哎，他哪儿的呀？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哦，他是做酒店管理的，现在好像在管几家度假酒店。哦，这工作还不错。这男人呐，那就得有自己的事业。这多大了？30出头。哦，年龄也蛮合适。他懂事了，成熟了，就懂你，多好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数过这花，你猜有多少朵？这一共啊51。叫我干嘛？我说有51朵玫瑰花。那小心眼儿，这小次郎，这多少年前我就玩剩的，现在好意思拿出来？我跟你讲，这事放我都不好意思这么干，矫情，土死了，真是。叫51送51朵呀？那叫250怎么办？你说？讨厌，你才250呢，讨不讨厌你啊？人家土，这老土才管用，你呢？你都不会这老土，那你来点洋的。行，别插了，拿出去，看着就烦这花。你不想看，你出去。我出去就出去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就高兴吧啊！女人都是被这种小破事给骗了的，慢慢后悔去吧，你以后。还小伎俩，你会吗？小伎俩。别跟他计较了，
那跟一长不大的孩子似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，哎，操心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跟导演商量好了，导演觉得特别好，要给你加一个番外篇。然后呢，其余的事儿呢，你就好好跟侯爵聊聊吧。真的呀？那就太好了，Mary 姐。哎，你快多吃一点啊。行。可是，我要怎么跟侯爵说啊？你就跟他说，你等会儿。让方小姐给我们做品牌代言的事可以考虑。美梦成真公司的郝董事长谈成了，年入100万不是梦。100万！我的天啊！太酷了，Mary 姐，我是要行大运了呀，好事成双啊！太酷了，Mary 姐。过几天啊，我要去迪拜商务考察，能不能安排方小姐一起去啊？费用我们包了。我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儿。商务考察，啊，他以为他怎么想的就他知道，别人不知道呀。我才不会去呢。哎呀，怎么啦？啊？就这么点小事儿，年入100万不要了？但他这个色狼，他能做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？再说了，要是让侯爵知道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你看，你这还没结婚呢，你怎么就……我为了你这些事儿，我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，是不是？给你到处对接资源，好不容易吧，咱们弄了个网综，然后这咱们谈了个代言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啊，你倒好，说不去就不去了。那你说，那我的损失你怎么赔偿？那你说多少，我赔给你就是了。行，咱们要算算啊，咱们就单算美梦成真的这一单代言，就按100万算，然后我占60%，那就是60万，拿钱吧。哪有这么多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大小姐，你可能是不太了解这个代言的这个行情啊，说不定我还说少了呢，要不然你试去啊。那就等我跟侯爵结婚了，我再付给你。你看看吧，万一你们俩结不成呢？万一他要是知道你以前那点破事儿呢？人呀就得2条腿走路，是不是？哪有到手的钱不挣的呀？放心吧，反正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有饭吃，我就没有闲嘴乱说啦。这个菜好吃啊，你过来尝点啊。我现在就发微信啊。哎呀，看什么呢？给我看看。跟你没关系啊。给我看看。看什么呀？跟你没关系，不能看。一旦要跟人说我坏话怎么办？哎，燕贝。哎呦，哎呦呦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啊，这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上大学的，别看了啊。怎么看不出变化呢？说明我年轻啊。这么多年照片留着啊？南希发来的。嘿，我就知道是他，这种套路过时了已经。你那时候笑得多开心啊，看着就喜庆。你看你现在，天天脸拉得比谁都长。年纪大了呀，没办法像以前那么笑得没心没肺的。哎呀，我要是那时候认识你，
我应该对你态度好很多。你幸亏没那时候认识我。我大学的时候可是练的散打，遇到你这么讨厌的人，我肯定就出手打他了。你一个女生，天天张嘴闭嘴打这个打那个，大家都犯法不知道啊？啊，法治社会了好吗？没错，所以以后啊少打架，早点休息吧。露露呀！你们终于来了。哎，这就开始拍了啊！对不起，请不要拍我。哎，这样，摄影老师，要不然你们先去楼上准备，我把情况跟他介绍一下，这就不用拍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先去准备。谢谢。这干嘛呀？这样？很简单的，你就帮我挑一下婚纱就行了。啊，挑婚纱。对。你们这节目也挺奇怪的，哪有这哥们儿给挑婚纱的？不都是未婚夫挑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不过导演说了，他就是想拍一下，记录一下我对未来婚姻生活的向往。拜托了。这跟我向往不着啊！走，上去了。很多明星都找我们买婚纱、办婚礼。如果你需要定制名设计师的礼服，也可以通过我们都是一条龙服务的。哎，你也是明星吧？来挑婚纱还有摄制组跟着。啊，我不是明星，我就是个新人。我能和你们2位留个合影吗？你们拍别带我不爱拍照。哎，可以，拍一张就拍一张。不好意思，帮我们拍个照片好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来，看这里啊，1、2、3。哎，头低一点。1、2、3。谢谢。我们到上面参观。好。哇，这是你要的婚纱？对，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何洁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你们的试衣间在哪里？我想试一下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哎，2位，你们慢慢看啊。你们去。那我先去了，小心。这是名设计师做的。拍了对着我不太适应。兄弟，你稍远一点，这我太难受了，这样。哎呀，叫我挑，这多奇怪啊！你说。那你跟你那老相好挑婚纱了吗？这么多婚纱，你还没挑花眼呀？问问嘛，这我也不会挑啊。这家是不是更适合他一点？哎呦，挺沉。拿给方路吧。你去那儿拍着你呢。这更衣室我去干嘛？你去。方小姐，你真的太漂亮了，这个婚纱就像给你量身定做的，是吗？嗯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真漂亮。方小姐，您电话。啊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接个电话。啊，好的。方小姐在里面换衣服。谢谢。喂，Mary 姐，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我真的不想去迪拜，而且我觉得侯爵人真的很好，
我也想好好认真的跟他发展下去。万一这事儿被他知道了，他可能连朋友都不会跟我做了。啊？那老夏娃是疯了吗？他怎么会给这么多钱啊？谁？我去让你试试这件衣服。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喂，Mary 姐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我不记得了都。不是，我怕是被侯爵那个保镖给听见了。他刚才就在外面，我都不知道他听见什么了。我哪知道他会借着送婚纱来偷听我打电话呀？这可怎么办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要不你俩坐会儿歇会儿啊？没事没事，我们这应该的，工作需要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挺难受的这没事没事，不是。你们这节目准备什么时候上？应该快了吧？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。哦，对，你们这是番外篇。哦，那我说你们这个弄得挺奇怪，哪有这个叫朋友来帮选婚纱的？那不找事儿吗？什么朋友？你不是他未婚夫啊？什么未婚夫？朋友？那可是方露说你已经跟他求婚了，而且很快就要举办婚礼了。导演为这事儿还特意安排了今天的拍摄。如果不是真的，那这麻烦可就大了呀！你别闹了，我没闹啊，哥，全剧组人都知道，真的。未婚夫啊？对啊，我跟他。对啊，方露吗？方露老师。这什么呀？你们这别跑了，这开玩笑一样，这什么的瞎整吗？这不是？走，11走了。哎，别走呀，别走呀！你不跟方露说一声？瞎闹，这不是骗人吗？这不是？走了。怎么走了呀？打电话呀？哦，对。喂，导演啊，我们被骗了。对。好。啊，他们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为什么呢？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要结婚的事儿。方露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你在这遛傻小子玩呢是吗？啊，人还没红就开始骗人了，你胆子真不小啊！他们知道？你听我说，这样我让 Mary 给导演打电话解释清楚这件事情。谁打电话都没有用了。方露，导演让我正式通知你，你已经被节目组除名了。哎，你们别走呀！他们怎么走了？方小姐，不拍了吗？方小姐，我这肯定生气了。方小姐，完了！哎，方小姐，哎，方小姐，你别这样啊！这还有好多顾客呢。方小姐，你快起来呀！方小姐，快起来呀！食堂的饭也太难吃了啊，难吃的要命。咱们公司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面馆啊？我爱吃面。有啊，楼下就有家重庆小面，特别好吃。楼下？我怎么没看见过啊？就在斜对面。那明天带我去啊。好啊。喂，Mary 姐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
不方便，我现在说话相当不方便。你不方便我也得说，我换好婚纱出来，就发现侯爵已经气冲冲的走了，还不知道跟导演说了些什么，害得我被栏目组给赶出来了。怎么办啊 ，Mary 姐？我想肯定是他那个保镖在更衣室偷听了我们俩打电话，一定是他告的密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万事开头难，开了头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往后越来越难，是吧？你刚开了个头，这点困难算什么呀？哎，你不要着急，这样啊，明天我一早来找你，有我玛丽姐在，你心就放肚子里吧啊。好了。别啰嗦了，大姐，我正聊事儿呢。你未来的大事儿，我都为你操心啊，天天的啊。行了。喂，各救援队成员注意，各救援队成员注意，有山友失踪，救援队马上集结，救援队马上集结。来，大伙都过来一下。年龄。这是这片区域的地形图，根据救援指挥部的安排，公安部门负责搜救这一块 A 区，武警负责 B 区，我们配合搜救 C 区。失踪者是艾山，男，36岁，电视台编导。他最后一次和家人取得联系，大约是在6小时之前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他的照片还有他的行动轨迹，我们都已经发到了大家的手机上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今晚天气情况比较复杂，注意安全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。好，出发！出发！队长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失踪者的妻子非得来不可，孩子才5岁。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谢谢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大家注意脚下，不要踩空，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。是艾山，是艾山。大家注意脚下，注意安全。珊珊，看脚下啊，注意脚下。珊珊。十一啊！十一！十一啊！这边有情况，有情况，在你们方向有情况。十一，往香港前走了，让大部队找我。瞎跑！队长！队长！队长！这么快呢？往回走，这也不像啊。
哎呦，这边啊，这边。队长！队长！友人们！所有队员请注意，现在雾太大了，为了注意安全，全体原地待命，停止一切搜索活动。队长，侯爵不见了。这小子一向就不听指挥，我真该早点开除了他。小李，在，拿上装备，跟我去找侯爵。好，其他人原地待命。我去吧。放心，我受过专业训练的。队长，让他跟我去吧。当年他是为了救我，才跟豪德找对了。现在雨雾大，这里需要你。好，如果找到了雾还很大的话，就原地等待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是。我的装备给你用。好。那注意安全，有发现马上呼叫。知道。走吧。注意安全。好。侯爵！侯爵！队长，友人们！侯爵！嘘，听见了吗？是静阳。鸟泉被惊飞的地方是 C7区，一定有人在那边。侯爵刚才在这条路上消失的，我们顺着路找，注意脚下有可能滑下去的地方。好，走，注意安全。侯爵，队长，侯爵，侯爵，救援指挥部，我们在 C7区域听到侯爵呼救，请速来会合。有人吗？侯爵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里发现有人！快点，快点！这边有滑下去的痕迹。侯爵，没事吧？哎，快给我弄上去！快，把绳子扔给他。侯爵，你没事吧？快扔个绳给我，快！扔那么大了？慢点。好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往下照，往下面照。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，有人。
在是想他妈妈了，让他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儿，过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师爷，你可能也看出来了，我们家小侯总跟他爸爸大侯总总是有点别别扭扭的。这个呀，跟他妈妈的死有关系。他总觉得他妈妈的死，他爸爸呀要负很大的责任。为什么？他总觉得呀，他爸爸对他妈妈不够好，没有照顾好他妈妈的情绪，所以呀，他妈妈才情绪失控，出了意外。那阵儿是，他爸爸呢的确是忙，妈妈呢没人陪，情绪特别不好，所以啊，他妈妈就觉得特别孤独。他妈妈以前是做什么的呀？他妈妈结婚前，在一个乐团拉小提琴，结了婚以后呢，就什么都没干了，做了个全职太太。但是他妈妈呀，人真的特别好，长得也很漂亮，对我也很好。我呢，也就是念着她的好，所以呢，出了事儿以后啊，我一想，这孩子，你说这么小没妈妈多可怜呐，我就留在这个家里，一直把她给带大。哎，她呀，从小到大，只要是一想妈妈了，她就坐在那儿，也不愿意跟谁说话，真的，怪可怜的。张姐，我过去看看他。放心吧，没事。来，喝杯热巧克力吧。谢谢。你坐。谢谢。送你个礼物。这么复古。不知道该怎么劝你，所以就把它送你吧，希望它也能给你力量。好，
我现在拿着它，我觉得我整个人充满了力量。走。哎，十一啊，哎，等会儿我跟你一起。起这么早啊？嗯，没精打采的，你没怎么睡啊？早点起来，跟你一起去锻炼。走吧。走吧。人家出来跑步都等天气好的时候，你这下雨天出来跑什么呀？锻炼不分天气好还是天气不好，别说下雨了，下刀子该跑也得跑。哦，怪不得你这刀枪不入、百毒不侵呢。嗯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其实吧，侯爵对我挺好的，我是真的不想这样去骗他。可是没想到，他那个女保镖居然这么快就对我下手了。行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做。哎，这么跟你说，在你 Mary 姐的智商打压下，她就相当于是个傻子。不要对傻子心慈手软，你对傻子心慈手软，你就比傻子更傻子。你想做个傻子吗？对吧？好像有点道理啊。那我现在约侯爵吃饭。你等我想想。啊，你呀这样做。什么玩意儿？钻石做的呀？先生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啊，是这样，我有个朋友结婚。然后我想给他们选一对结婚礼物。哎，我请问一下，这4个杯子是一套吧？是的。然后这一套是818，没错。挺好，这套杯子还挺好，品质也不错。您是真有眼光啊！这一套的酒杯销量那是非常的好，是吧？不过，这结婚送杯具。哎，就是啊，对，你不说啊，我都忘了这茬了。谢谢啊。那请问有什么推荐的没有啊？送结婚礼物的话，我现在推荐这一款。你看，纪念限量款。你看这个寓意啊，这只天鹅呢代表着新郎，这只呢代表着新娘。不久的将来啊，他们也会有个可爱的小宝宝。这个寓意好啊。那这一套多少钱呢？我们折后价是5199。这个稍微有点贵啊。有折扣吗？先生，5199呢是代表着我要长长久久的意思。
给朋友送结婚礼物呢，既要显得你有品位，还要讨一个好的彩头。5199这个数字再适合不过了。现在只剩最后一套了，里面有全球限量版的证书，非常有收藏价值。行，给我来一套。进来。侯总，包小涵找您。包小涵，来，小涵，来进来。侯总，忙着呢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恭喜啊！那个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请别嫌弃。你这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送东西啊？嗨，这是给小侯总的结婚礼物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说到结婚这个事儿，这未免也说的太早了吧？那个侯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我不太懂。那难道这个礼物应该过2天结婚的时候亲自送给小侯总吗？是，过2天？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这话一下给我说糊涂了。哎，小侯总不是过2天结婚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我呀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在影楼当经理，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什么有明星来拍婚纱照。哎呦，我点开一看，咦，这新郎不就是小侯总吗？那会不会是他们年轻人之间开玩笑？他们经常会 P 图啊什么？不会。哎，您看看。礼物我收下了，那你先去忙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嘞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！让侯爵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马上。臭小子！侯总让你过去一下。来找我。你还知道叫我爸呀？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居然瞒着我。哎呀，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我的？贺礼都送来了，听说你们婚纱照都拍了，还瞒我吗？不瞒你，就是要结婚了。我知道，你和黄玉的事情，你对我是有些看法的。没事，我特别感谢你，没有看法。所以你就找了一个比黄玉还要次的人来对抗我，是吗？他不是冲你钱，冲你什么？应该就是冲我钱，但是我冲他长得好看呐，对吧？大家这各取所需，结婚没什么，我觉得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。啊，你说你老干涉我这结婚的事儿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想自己找一个？谈时间太长了是吧？没事吧？你找，我绝对不干涉你。但是你怕我接在你前头啊？我可以等等你。要实在不行，那咱俩可以一起办嘛。放肆！我告诉你，你作为侯家唯一的产业的继承人，你的事就是侯家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胡来的。爸，你犯法了，你知道吗？婚姻法明确规定，我要结婚，我跟谁结，怎么结，什么时候结，我说了算，别人干涉不了。你说了算是吗？但是你的户口本在我的手上，我看你拿什么登记？我都想好了，先不登记啊，咱先把婚礼办了，办那种大的，越大越好，亲朋好友都找来，到时候给你发微信函啊，爸，我先走了啊。
这样了，气死我了！浩杰哥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回我微信吧。问你个事儿啊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这个节目它不会播出了，你放心吧。我已经被开除了。行了行了，问你个事儿。我活该被开除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说谎。那天，你在沙滩上送我项链的时候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我根本不能想象这是真的，所以我就说了大话，我就跟他们所有人说，我说你是我未婚夫，你已经向我求过婚了，然后导演他们就相信了，就说要给我加拍番外篇。侯爵，你知道吗？导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那些女孩有多羡慕我。我这辈子都从来没有被人那么重视过。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哭，你先别哭，你听我说。这事儿就翻篇了，你以后吸取教训，好吧？做人呢，最重要的要诚实，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，都没有用。这事你听我的啊。我还是看好当初那个比较单纯又可爱的你啊。就这样吧，这事儿过了，不提了。那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请你吃饭好吗？我想当面向你道歉。不说翻篇了吗？行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正好有事问你呢。我正好有事问你，正好有事问你，正好有事问你。谁？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哎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就是我一个女朋友，她遇到渣男了。渣男啊！我有一朋友也碰上一渣男。关键是，这渣男还有一渣蜜。有一什么？渣蜜，就是像人渣一样的闺蜜，还是个女的。我这又学一新词儿，他们怎么着了？就是那个渣蜜，他嫉妒我女朋友，就跟那渣男说我女朋友不检点，关键是这渣男还信了，非要跟我女朋友分手。那你这个女朋友到底检不检点？当然检点啊，她不检点，我怎么会跟她做朋友呢？她跟我一样，一直洁身自好，自己养活自己多不容易啊。她呢，最大的缺点就是长得太漂亮了，容易遭人嫉妒。我呀，就是喜欢和你们这些有上进心的女孩交朋友，你好好安慰她。我当然会的。不过你也有一个闺蜜。我哪有闺蜜？我没有闺蜜。啊，你说那个海星啊，他不可能说人坏话。到底是他呀？那更不可能，他连话都不说，还说坏话。可是我每天跟你在一起，我还是有点害怕的。我觉得我得跟他搞好关系。十一姐，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啊？不了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刚在说那个露露，他工作就这样啊。哎，我给你买的项链怎么不戴？不喜欢？我就是太喜欢了，我舍不得戴呀。你看在这儿，我怕把它戴坏了。我放在家里，我又不敢。
害怕被人偷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每天放在手包里，然后戴在身上，能看见它，我才安心。你个项链怎么能带坏呢？我去个厕所。我也去，啊，我也去。走吧。你在这边。十一姐，你帮我拿一下呗，不太方便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没出来。我知道，也行，成。行，啊，可以。这样。露露啊。我问一下你啊，项链呢？怎么了？我项链不见了。刚才不在包里吗？对啊，项链呢？啊？你是不是掉哪儿去了？包是空的。我不知道。啊？我没有啊。我知道了。经理，你服务员，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快点！不好意思，关门，所有人不得出入。干嘛呀？你喊什么呢？关门！找项链啊！对不起，女士，这儿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项链不见了，我刚刚拿出来给你看过呢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去洗手间了，去洗手间之前，我把包交给你了。然后从洗手间出来之后，你把包还给我，我要坐在这儿打开包，项链它就不见了。别乱说啊，你肯定是掉哪儿了。我没有乱讲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女士，您别急。我能不急吗？那项链很贵的，好多万呢。是，我知道。这样，您呢，丢失的物品数额巨大，我马上报警。别报什么警啊？你自己说掉哪儿了，找看看。你报警呢？我没有报警是对的。这样。咱们先去我办公室，等警察来。好，去走。报什么警？事闹这么大，要报警自己去，我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侯局。要是别的东西丢了就算了，那是你送给我的礼物，太宝贵了。而且你一走，他肯定跟着你一起走了。他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，他不能走。方露，我警告你，你没有证据当众指责我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各位。这样，咱们呢还是先去我办公室等，好吧？也不要打扰别的客人用餐，行吗？来这边请。走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啊，我们会处理好的，大家安心用餐。谢谢。你最后一次见到项链是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。我还把项链拿出来给侯局哥哥看过呢。吃饭的时候我是看见了，但是这小姑娘会不会是
比较马虎啊，掏东西掏掉了，被别人给捡走了。你是直接进的卫生间，还是把包交给51之后再进的卫生间？我在进洗手间之前就把包给了他，我怀疑就是他。我是侯爵的安全助理，方璐确实把包交给我了，但是他进卫生间反身出来以后才交给我的。这个过程大概多久？大概在5到10秒之间。你动过那个包吗？我没有打开过，而且没有碰过包的按钮，可以验指纹。为了避嫌，我拿到包以后，很快走到了有监控的地方。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，在到达监控之前，有一段视觉盲区。你进出卫生间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什么人在那出现？我也去上厕所了。再说那个女厕所有没有人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有一个孕妇从厕所走出来，而且我注意到她很快离开了。我着急上厕所，哪有注意到啊？应该是没有吧。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。想起什么来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谢谢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好的，赵总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赵总接到了对我的投诉电话，要求马上召回我。啊？谁把你投诉了？你打电话？是我啊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打这电话？别的我不懂，但我知道，顾客如果买到伪劣产品，他可以要求投诉，甚至还可以要求退货的。我这个人做事情就是这么光明磊落，不像有些人，还小偷小摸。在哪说什么呢？现在，啊，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11干的？我也没有确切的说就是他干的呀，但是事实证明，现在就是他的嫌疑最大。侯爵哥哥，你不能让这样的人再留在你身边了，我会担心的。我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好吗？你要相信我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要继续留他在你身边，甚至可能还会有危险的。闭嘴吧！十一，你先开车，先上车。来，你过来。你干嘛？你干嘛这么重拉我？你为了一个女保镖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本来想回头跟你说的，但是你现在逼着我说。我问你，这是不是你故意陷害11的？项链根本没丢吧？丢了，我没有。我行，我也知道你不会承认，我也不希望听到你承认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状态，我都非常怀疑你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？我现在是受害者，丢项链的是我。那条项链对我意义有多重大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要是别的东西就算了，但是那条项链，我一定跟他死磕到底。你跟他磕什么呀？侯爵哥哥，我知道你心软，所以我才会打电话去投诉他的。反正你一定不可以姑息养奸。你懂什么？他还在背后帮你说话，看到你还说你不容易，说你很辛苦，你现在凭什么这么投诉他？你太奇怪了，你难道不应该是问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吗？我跟你说不清楚了。怎么说不清楚了？现在你不应该是来安慰我的吗？侯爵！你给我去你们公司！我是跟你们赵总说清楚，方璐他没有资格，他没有权利去投诉你。你是我的保镖，他怎么投诉你呢？我们公司有规定，执行任务当中不能有任何瑕疵。什么规定？这是什么呀？一旦有，马上召回，等待调查。不是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没告诉我？对不起，你们私人的生活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。什么意思？干嘛去啊？不是你掉头回去干嘛？说话呀！
回来干嘛呀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的线索。啊？哎，你这都什么爱好啊？这个？干嘛呀？报警。你好，警官，我是51。我这边发现了一点情况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好吗？就在麒麟里旁边的2号胡同往里面走。对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那我在这儿等你。拜拜。好了没？好了，谢谢你们配合，这些证物非常重要。如果有发生类似的事，请尽快通知我们，方便我们取证。好的，辛苦，谢谢，辛苦。哦，对，取证已经完毕了。取证完毕了，那就收队，收队，收队，收队。行了，我们也走吧。走了。这怎么假发就算证据了？哎，是不是有人带着假发偷上那儿去了？现在不能完全确认。你怎么想到来翻垃圾桶的？3天那条主街上全是探头，不管是开车还是打车，都容易被追踪。这条路不一样，一条小路，没有探头，适合逃跑。我只是推测有这种可能性，没想到真被我找到了。那你这侦查意识够强的啊！这是最基本的。喂，你们在哪儿？我现在送周全过去跟你们交接。去侯爵家吧，我们现在过去。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我也真是无语了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开车。挂了。去我家干嘛？有新的人来接替我。干嘛这么快？这是规定，走吧。这什么规定？这是？这都什么呀？太不公平了！啊，你来我决定不了，你走我还决定不了吗？我们都决定不了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你这什么工作呀？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啊，我不要人的时候塞人给我，我刚适应又把人弄走了，开玩笑呢，跟我逗着玩呢。这不公平！是不公平，但是公平迟早会来的。他爱来不来，我现在我不舒服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
行了，我还没说什么。闹呢，天天逗我玩呢。喂，啊，你到家啦？哎，你放心吧，那么贵的项链给你放的好好的呢，我碰都没敢碰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？目的达到了吗？还行吧，反正他被调回公司了。但是我总觉得侯爵好像开始怀疑我了。姐，你说会不会是你布的这个局太明显了，被他们发现了？哎，你别想太多行吗？他怎么可能怀疑你啊？再说了，他就算怀疑你怎么样？有证据吗？是吧？看来你那个有钱有颜的男朋友这回也没站在你这边。我分析你应该是低估了他跟那个女保镖之间的关系。可是这事儿万一被揭穿了，那侯爵肯定会不理我的。但是我要是不把那个女的给弄走，我担心的是，以后有一天，他可能也会把我给弄走的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老想那些没用的了？啊，我这边还忙着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你自己先待一会儿吧。嗯，挂了啊，拜拜。那行吧，行吧，那你忙吧。贵的就是不一样。怎么这么难啊？哎，十一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公司会安排其他人来接替我的。哎，你放心，他的人品还有业务水平都很出类拔萃。不行，不，这我不让你走，我真不让你走。张姐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说你们这什么公司啊？那员工受了委屈不给做主，那板子还专打自己人。我们公司挺好的，这只是另行公事而已。哎，要不我去给你做证人，我去给你的人品做证。谢谢梁姐，放心吧，警方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还我清白的。你要是想我了，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们还可以视频呢。不行，我不要看视频，我让你天天在我跟前转。那要不你跟我走吧，咱不要他了。不行，你们俩一个都不能少。他们到了，我得下去了。你真的，你别走，你。哎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给你拿个东西。那记着回来看我啊。你说2天就回来了。你说的过2年，你啥时候才能回来呢？我空了可以来看你。我一直挺喜欢的，送给你吧。看见他就跟看见我一样。屎壳郎侠呀，跟你是挺像的，非常像。谢谢。哎，送我可不能再要回去了。谁要啊？怎么了？我舍不得。走了，张姐，送你下去。走了，张姐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你好，我是周全，来接替11，做您的安全随位。我知道。
其实我特别不想有人来接替他。了解。那个，让11受委屈了啊，我也给11道个歉。侯大公子的眼光果然跟别人不一样，有这么多的极品女朋友，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他们坑死你的那一天，目测不会很远。我会还给11清白的，真的会吗？一定会的。那个周乔儿，我在餐桌上放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有这个公寓所有的安全提示。好的。我走了，小侯总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工作的支持。你有没有不这么正式？你这样我不习惯。我这是公司的那个流程。你有没有什么亲切点想说的？说什么？那你要实在没说的，你心里有这个怨气，你骂出来，骂我2句，我心里能好受点儿。我干嘛让你好受？走了。注意安全。行了，你看你一脸严肃的，都把人吓着了。我真挺生气的，刚刚看见侯爵，我真想揍他，这算怎么回事嘛？也不能怪他。还有那个方路，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啊？可能是那天我听见他在那个婚纱店打电话了吧，说是要陪什么人出去玩，怕侯爵知道。你没告诉侯爵吧？没有，人家的私事儿我说了不合适。你处处为他着想，他却反咬你一口。其实这个方路呢也能理解，好不容易找到侯爵这样的，肯定怕跑了。万一我再把这事说了，影响到他怎么办？不过他不太了解侯爵，侯爵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在背后使唤。到时候公司那边有什么能干的工作，尽量让我去呗，我爸等着我赚钱呢。行，知道了。吃饭啦！走，小赵，我们先去吃去。哎，没事，姐，我等他。哎，不用等，指不定等到什么时候呢。你呀，就把这儿当家一样，11就把咱们这儿当自己家。走吧。谢谢姐，我还是等他。哎，小周，你说你们领导怎么就不相信11的人品呢？张姐，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儿，我们公司呀得弄清楚情况，给客户一个交代。我们这个行业啊，在品德和道德上不能有一点含糊。哎，可11他一点都不含糊啊。是。他不像有的人，白长了一身漂亮的皮囊，心眼啊，那比谁都坏，谎话张口就来，可偏偏还有人相信。是。走吧，吃饭去。哎，张姐，这个事儿有误会，你别瞎猜了，我不吃。误会？就你认为是误会？诬陷人家11偷项链，依我看呢，那项链他根本就没丢。但我就是不愿意看着11天天跟你在一起。我这烦着呢，别说了。都说啊，我们老年人容易受骗。我看呢，你们年轻人更容易受骗，还都是自找的。我陪侯爵和方路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，坐在我们8点钟方向有一个孕妇，先我们一步进了卫生间，而且
她也是先从卫生间里出来的。我们又回到餐厅，我环视了一圈，当时只少了这一个孕妇，其他人都在，说明这个孕妇根本没有回到座位上，从卫生间里出来以后，直接就离开餐厅了。所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个假孕妇。没错，我觉得证明我清白呢是迟早的事儿，但是怎么证明这个方路设的局就比较麻烦。这个也不难吧？咱们查不了，可是警察可以查呀。警察可以通过道路上的监控录像找到这个假孕妇，那咱们就能找到她和方路之间的联系了。比较难，那条小街我看了，根本没有监控探头，而且再往里走就是各种的大杂院、小杂院，还有一些小的门脸。如果说他是穿过这条街，走到下一个大的路口，那里就有监控探头了。但如果说他就住在这条街的某一个院子里，或者说他有朋友在那儿，他停留一下，改装以后再走，那就很难再找了。确实啊，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？小周，那你说11他就是在公司里面，就这么等着，调查结果，有没有工资呢？啊，这个基本工资是有的，但是要想拿绩效的话，就得当陪练。什么陪练？就是抗击打的那种。那不就是挨打吗？不能那么说，也就这意思吧。哎呦，那疼不疼啊？抗击打嘛。哎呦，你说你们这什么公司啊？你把你们领导电话给我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得给他说说这个情况，我得问问他。张姐要打也是我打，你别操心了。你看这是，他该挨打的不挨打，不该挨打的反而被打。哎，你给你们公司领导打个电话，我回头去找他。好。这是行业大忌，只要有一个人因秉行操守被客户退回的话，影响的是整个公司的声誉，而且其他队员也可能受到影响。赵总，我没有做出任何影响公司名誉的事情，请您相信我。我不用相信你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怀疑过。为了客户的安全，我们可以牺牲生命，都在所不惜。更何况这点蝇头小利。不过，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队员一旦被客户投诉，在查出结果之前，必须立刻进组，不能迈出公司大院一步。还要为其他队员做陪练。等调查结果出来，证明清白之后，才能恢复上岗。明白。别去了，啥意思？走，走吧。侯先生，久闻大名啊！啊，您好，您好，快请坐。哎呀，这个11是不是老提我呀？11没有提你啊。侯先生，这是我们的纪律，不能随便透露客户的信息，所以你放心，他真的没有提你。挺好的，挺好的啊！你们这个行业就应该这样啊，好事。哎，对了，侯先生，你特意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对，那个赵总，我过来我是想让11呀再回来我这儿工作啊。
我想过来给他续个约。上次那事儿吧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觉得是个误会。但是我是特别相信11的，我觉得11没问题。侯先生，这不是你女朋友报的案吗？不是，我那天就是出去吃个饭，那个小女孩就是我一普通朋友，不是女朋友。侯先生，你这么相信51，我真的很欣慰，我替他谢谢你。哎，别客气啊。那11怎么样？能不能回来？侯先生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但既然你的你的朋友已经报了案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等到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才能再恢复51的工作。这可是我们的规章制度。不是规章制，那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怎么办啊？那他要是过个3个月6个月没查出来怎么办啊？11就一直待业啊？除非你的朋友去撤案。林芝，出列。阿香，出列。是。逼不得已呀，这教官让打的呀，教官让打。哥，我们在上课呢，你干嘛呀？上课也不行，不准打他，知道吗？不可以，懂不懂？你们都不行。你们快等着啊！猴子，误会啊！志儿心疼你了。啥？那我大表姐这不白之冤就洗不清了呗？我是说，万一啊，那要真破不了案的话，我大表姐是不是这辈子都别想上岗了呀？他上不上岗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你走哪儿，人老说你是小偷，你这谁受得了啊？太难受了，那肯定受不了，绝对受不了。哎，然后我今天啊，我想怎么办啊？我去找他们保镖公司，我就路过他们训练室了，那太残酷，一帮人打一个。哎，不对，1对1，我们都是1 by 1，这很公平的，是吗？对，啊，1对1车轮战，一帮人打一个，打得太残酷。我就看第一个的抱起来，嘣摔地上，再抱起来，嘣摔地上。被摔的是11啊！我当时看着我这，哎呀，心里心疼啊！再往后看，嘣嘣摔，我再一看你还在里边，你什么时候去报的班？你怎么对他下得去手？你不是你大表姐吗？我那是假的，我走一形式，我那跟我大表姐什么感情？亲情。
我是没办法，要不我们家钱不好交差嘛。这么的，猴子，你揍我2下，把你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。来，那行吧，来，哎，挨住了啊。那个，哎呀，我换一种方式，来，你喝多了，这个是犯法的。那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我陪你。我想了一下，我也去跟你当同学。啊！我就看着你们天天，我就在里边坐着，我就看你们谁敢对谁下手。我可会看你们一个谁敢对谁下，你摔11一下，我上去你的臭骂，对吧？你俩骂不管用，那我求求他，我求求他，拜托大哥，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个面子，轻点摔11，别摔11，对吧？那这样再不行，那我就给你们发红包，我给你们全班人发红包，我给你们学费都给发回去。猴子，你认真了？我这你陷进去了？没陷进去，我是觉得这事儿吧，这事咱们办的有错，咱们心里有愧，这事办得让人恶心。你是走心，你是心中有爱，别不承认。你我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对，像你说的，你可能对我大表姐吧，就是那种男性对女性最朴素的情感。就是嘛，就是啊。对。啊，那门口这位帅哥一样啊，他要是受了委屈啊，你也会为这位帅哥去受委屈，对吧？去受罪，你会为这个帅哥去给人发红包。伟大，我敬你一杯。欢迎光临，新同学。哎，饿了，点歌，唱歌。去的没有睡意，电话整晚那么安静，一段感情的冷静没有续集，你的世界闪烁的繁星，那里是否有路过的痕迹？